Hello，大家好，今天是1月1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如期变盘，现在的美股见顶了吗？阿哲认为还有一次反弹，特斯拉反弹遇阻回落，但这个支撑位没有跌破之前，还有上涨机会。亚马逊果然不能追，金顶 K 线告诉你回调再买才是好时机。那么买点究竟在哪里？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87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讲一下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目前大方向的一个选择。阿哲会通过之前的观点回顾，以及目前市场所产生的长线 K 线，还有在日内15分钟的趋势变盘、趋势解析，来告诉大家从短线波段来看，目前这个位置它整体后续的预判性走势会是如何。那么有了对指数的环境分析，对于后续走势的判定之后，我们再去看到个股解析，会有更好的操作思路。那么个股的第2和第3部分，阿哲会讲到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D、APP、高通、Circle、OKO、PLTR、Coin、Coinway、美光以及 RKLB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依旧产生帮助。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您会看到我们的目录相对内容是比较多的，所以阿哲视频时长会偏长。如果您是第一次观看，对于这个时间长度不太适应，而阿哲也知道不是每只个股您都感兴趣，所以阿哲是把每一只标的的时间轴都划分好了，您点击对应段落可以跳转到对应的股票分析上，可以优先观看您最感兴趣的那一只个股分析。当然，阿哲唯一的建议就是第一部分，我们最好不要跳过，因为第一部分是阿哲会把所有的知识点以及最关键的指数分析进行一个详细讲解。如果跳过第一部分，那么后续个股当中所用到的一些方法、买点、卖点的设置，可能您就不会很清楚，会比较的茫然。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我们讲一下观点回顾。在近期的行情走势当中，那么在本次的上涨当中，我们是不是提醒过很多次的变盘？那么这个变盘时间是1月13号，它是怎么来的？它是通过前期的三角形对称走势，前面有一个下降趋势线，而后底下有一个上升趋势线，构成了一个对称三角。对称三角除了告诉我们多空之间在博弈、在收缩，越靠近焦点的地方越容易出现方向。除此之外，它也告诉我们这个焦点的时间点上，它容易是一个变盘点。这个变盘点不一定会影响大的方向，但是容易呢发生一些异动。所以当时股价涨到1月13号时，你要知道了，容易出现变盘。一般向上变盘容易向下，向下变盘容易向上。所以上期视频我们讲这个变盘点如果能够是下跌的时候出现，那么会更好，因为它容易变盘向上。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用到上期视频所讲到的另外一个变盘点，叫做212变盘。212变盘比较擅长用于市场在加速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变盘点，比如说股价涨的过程当中，到变盘点出现了加速，那么这种变盘点很大概率是一个高点。市场如果是变盘点左右出现了明显的加速下跌，那么这种变盘点很容易是一个低点。那么212变盘，阿哲这里就不再去详细提及了，通过颜色的一个交错去进行产生的。如果感兴趣，可以看一下上期视频。那么当下这一根阴线就是一个变盘点，它又是一个长线 K 线，我们等第2部分会讲到。所以这根 K 线，我们通过它的跳空加速下跌，而后长线来判定它是一个低点变盘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就类似于之前这个变盘点，它是一个低点变盘。这种判定是一个偏左侧的，通过一些迹象我去预判它是一个低点变盘。那如果我要通过右侧来判断，那也很简单，我们可以把这一根 K 线的整体区间做一个划分。如果这里真的是低点变盘，它应该会有一个动作很快发生，收盘价会把左边的这根长线 K 线的高点给吃掉，就类似于前期这种低点变盘，加速下跌时产生，然后变盘后续是很快会过去它的高点。那么这种变盘点一般来讲就是低点变盘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基本可以确认。这是我们近期的一些观点，也是变盘技术的一个使用。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部分叫做长线 K 线，也是一个之前讲过的知识点。如果您是新同学，关于这个知识点可以好好的听一听，老同学做一个复习。何谓长线 K 线？那么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它必须要有比较明显的下影线。这个影线不是说随便一个下影线都行，那比如说像这种下影线就不行，以及像我们1月13号这一天，它的下影线也不行。
那么为什么？因为对于这种下影 K 线，它有一个对于三者的要求。那么这三者当中，我们需要下影线是最长的，实体和上影线可以等长，但是最好是实体较长。所以1月13号它的上影线太长了，比实体长太多，所以不太标准。而后它的下影线要是实体的2倍或2倍以上。当然，这是一个最严格的条件。像昨天这根 K 线是没有到2倍，大概是1.6倍，阿哲算了一下，但也勉强可以用。所以像这种长下影 K 线，我们就可以知道，像这一根也可以算是长下影 K 线，这一天也是长下影 K 线。我们知道长下影 K 线的定义之后，怎么去使用它，它会给我们什么帮助？我们先来了解影线的产生。如果你学过蜡烛图的3要素，你会知道股价的实体代表涨跌动能，阳线代表上涨动能，阴线是下跌动能，而它的颜色代表今天的涨跌。如果是绿色，就是收阳上涨；阴线红色就是收阴下跌。那么最后就是它的影线了，上影线和下影线代表市场的一个多空之间反抗的力度，对于当前方向的反抗力度。如果是上影线很长，说明它对于上涨有反抗，这个上影线越长，反抗上涨力量越强。那么如果是下影线，就是反抗下跌的力量，下影线越长，对于下跌的反抗会越强。所以股价有一根长下影线，而上影线不多，并且它可能还是阳线，这种情况下说明它对于今天的下跌有反抗，而它的下影线够长，就说明反抗力量够强。那么这种影线的产生一般意味着盘中是一定会有一波下跌，这种下跌因为影线的长度原因，所以它肯定是比较汹涌的一个下跌。它在开盘之后产生过一波盘中的猛烈的一个空方进攻。好，那么为什么后续会出现下影线呢？就是因为在某个节点上，市场有一部分资金觉得到了低位，到了支撑，或者说某些消息面的影响，出现抄底资金，而市场产生了一波上涨，把盘中的下跌修复了，所以产生了这种影线。那么影线越长，则说明多方在一个反攻过程当中所夺回来的领地越多。所以对于这种影线的产生，我们会认为它是一种后市资金的流入表现，至少当天资金最后是尾盘流进，而后修复失地。所以一旦出现长线 K 线在下跌途中出现，我们是要注意的。当然有时候这种 K 线也会在上涨之产生，所以我们也需要明白，有些时候它不是说就是好的。所以我们怎么去用这种影线？很简单，我们用最近的行情来去做一个解析。比如说这一根 K 线它也是一根下影线，很标准，没有什么上影线，实体也有影线的实体，那么影线也是实体的2倍和以上，特别标准。那为什么这一个地方之后，它表现出对于下跌的反抗，但后续就是下跌的？所以这种上涨途中所产生的长下影线，你要注意了，它有可能是一种资金出货行为，因为在上涨途中是大家都看涨，特别是散户连续连阳之后，散户都看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资金要去离场，那么它出现资金的流出是卖出的。那么就有可能导致盘中下跌，但散户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所以依旧有人会傻傻的去高位买进去追涨，那么就反而是资金流出，是主力在卖，而散户在接，翘起来了一根长下影线。所以有些时候的卖出资金是主力，而买入是散户，那么这种下影线容易是上涨当中的吊颈线。所以当时的这一天和这一天后续都被确认了，它是吊颈线，而不是当真探底。那我怎么去知道这种 K 线它是谁在买谁在卖？趋势是一个核心角度，如果它是处于一种相对的加速上涨或明显的单边上涨，这个时候产生的下影线都要去小心，包括前期这一根高位的下影线是吧，也是标准的。你以为是探底神针，那为什么后续不能涨？就是因为这一天是高位，而是加速连续跳空缺口之后出现的，所以这个地方它所产生的流出资金是机构在卖，而散户在买。所以方向性要去判定，正常上涨加速时出现要小心了。好，这种是左侧的研判，那有可能依旧是机构在买，我怎么去判定？正常如果这根 K 线是出货 K 线，那么它的低点，这个影线低点会很快被跌破，影线高点会成为一个压力。所以你会发现的是，这种后续下跌之前的这种长下影 K 线，它的特征正常来讲，它的下影线会被跌破，它的上影线突破之后是不容易站稳的。所以通过这两种特征，你会发现一些出货的下影线。那么哪些下影线它不是出货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图表，也是纳指之前的一个行情走势，阿哲就截得更多一点。它这种处于不是上涨时出现，它是上涨回调当中产生的下影线。这种影线它是出货的概率就小了一点，但是还不能够直接说它不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动作，后续要涨，只要后面还能涨，说明之前这里买进抄底的人是赚钱的。短线上它这里至少散户买了能够涨，
那至少短线上这里有可能还不是一个机构出货，因为如果是机构出货，散户买进抄底，他不可能让他这么去赚，很难的说让他还能够这么去涨，让散户赚这么多。所以很多时候能够被突破的长线 K 线是出货的可能性就变低了。但我们还是要去判定的就是它上涨回落之后，这里如果是支撑，就更加肯定它是一个机会为主，它是一个机构再次买进的行为，而不是散户抄底行为。所以真正的资金买进的下影线，它的特征就是它的高点会被很快的突破站上，而突破之后，它的下影线这个区间会形成支撑，后续会产生再次的做多机会，至少在短线上是有机会的。所以当时这里突破之后，你要知道下影线产生了支撑，价格回落这附近是有机会的。当然这种支撑最好不要被跌太深，当时这里是基本都没跌进来，收阳线，后续就涨起来了。而有些时候的长下影线你就要小心一点，比如说像当时这里它也是个长下影线，第二天也突破了，突破之后股价是不是有支撑？这种支撑点在回落时踩得太深了，甚至把低点给破了。好，后续反弹之后它站不上这个影线之上，站不到它的最高点之上，就小心了，它还有下跌空间的可能。所以我们看到当下的这根长线 K 线，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关键 K 线。这个关键 K 线打到这里，为什么它会有一个止跌动作呢？因为前面这里它也是个长长的下影线，它呢甚至比这一次还标准，它的影线是有实体的2倍和2倍以上的，它的上影线基本没有，它的实体呢较短，下影线最长。所以这根 K 线当时我们就可以画了，画上之后，所以这个地方它被突破了，突破它这里就是出货的可能性不大。好，那么突破后续回落，这里就是个支撑。好，有支撑的情况下，昨天打了一个低点不太好，但是我们没有被收盘跌破，所以还行。之后我们需要干嘛呢？它得要站上之前这根长线 K 线的高点，形成支撑，而后才能够继续看涨。如果在这个地方你发现前面这个长线 K 线的上沿，它在今天反弹时就产生一个压力，或今天不反弹直接往下再收阴线破位，这种情况就说明之前的这个下影线和昨天这个下影线都只是散户在抄底，机构并没有在买，而可能是在卖，在高抛。所以这种时候我们一旦发现，特别是做波段的做中线的也要跑了，不止短线要跑，是吧？中线的也要跑。所以目前对于这个地方会产生反弹，阿哲的判定是前面这根长下影线，而不是昨天这根长下影线。之前长下影线已经被突破，回踩有支撑，影线确认了一下，也就是说后续正常，如果前面的长下影线是机构买入行为，昨天也是机构买入行为，那么它应该是这么去走，要快速站上前面的这个影线的最高价之上，以及呢昨天这根长线 K 线的最高价之上，那么形成2次机构买入的迹象，那么散户呢反而是割肉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后续还有上空间，还有一次反弹。如果没有这个动作，而是继续收阴下跌，破掉2根下影线的低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绝对的高点，它是一个大风险点，一定要跑，跟机构一起跑，而不是随便抄底了。那么有了这种判定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后续的个股交易当中，我们什么情况下还能去买股票，什么情况下尽可能以减仓为主，不要随便卖股票。这就是看懂指数方向后我们去做的一个策略。那么以上就是对于之前变盘技术的复习，以及对于长线 K 线我们的一个学习，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如果老同学听到这里，可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感谢您的支持。当然，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空余，也希望大家可以抽出一点时间，在阿哲评论区底下留下您的宝贵评论，感谢老同学继续的点赞和评论支持。当然，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如果阿哲技术分析能够帮助到您，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一个订阅。在订阅阿哲之后，您就会成为已订阅的粉丝观众了。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更新的时候，您只要是点开了这个铃铛，就如果您还没有点开的，可以把它点亮这个全部铃铛。那未来阿哲的每一个观点，每个视频在更新之后，您就会最先收到系统通知，它会以弹窗的方式告知您，您就不会错过每一期视频和观点了。感谢您的点赞、评论和订阅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我们会讲到日内的趋势变盘，这个呢是偏向于短线的。前面的观点回顾、长下影线都是日线的，对于波段投资者，您可以用这个观点去交易您的个股。指数如果波段上依旧没有很大的风险，是吧？依旧呢有前面的支撑线有所支撑，有上影线，有下影线，有资金的流进。那么个股呢交易就还是以看多为主，波段呢还能看涨。如果不能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影线被破，那么波段上要小心。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日内的短线的
怎么去看15分钟图表。那么阿哲首先讲一下我们最近对于时间和空线上的一个预测，那么还有它的一些使用的方法。目前我们所看的是15分钟的一个图表，在图表当中有一个黑色线，这个黑色线呢就是空间上的一个点位预测，阿哲用的是黄金分割。那么这一个画线怎么去画呢？就是我们取的是当时或者说当前市场15分钟的这个最高价格23813.3，好，取这个最高价，那么往下延伸，我应该以下方这条白色线，也就是说这个龙门线去延伸。之前我们教过这种用法，市场如果跌破龙门线，一般它往下的空间，在确定有效跌破之后，它往下空间正常第一个目标是投射1倍的距离，也就是说这个1倍距离呢，应该是在黄金分割线的200%这里，这个价格呢是23398.98。昨天这波下跌很强劲，所以略微脱离了这个1倍空间，走到了1.38倍的位置，才出现了下影线止跌后反弹。目前已经在日内15分钟重新站上了这个1倍空间的支撑位之上，所以这里会不会挖了一个15分钟的黄金坑呢？我们可以在今天去关注。如果今天这个支撑位依旧守得住，那它就是个假跌破，反弹之后15分钟回踩不破，那么后续这里将是一个空间下跌到位之后的强力反弹。这种反弹呢，正常也会针对我们的龙门线去反弹。这个龙门线现在是多少？我们稍后告诉大家。那么这就是空间上我们可以看到15分钟目前的一个关键的支撑，这个点如果被破了，往下延伸将会从1倍到2倍，甚至是3倍，所以下方的空间呢也依旧可以去用黄金分割去测算。目前是打到第一个关键的空间。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在昨天的盘前广播当中给到了2个日内的15分钟变盘点，是在11点半和在3点的时候，那么分别是这一根 K 线和这一根 K 线。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我们的盘前广播您是可以收得到的。如果还没有收到这个盘前广播的，阿哲后续再告诉大家怎么去领取。那么盘前广播阿哲会给到纳斯达克指数日内15分钟图表的变盘点，一般呢最多是3个，少的时候是2个，昨天是2个，一个是11点半，一个是3点，所以11点半这根 K 线呢出现了变盘，而后在尾盘我们3点附近出现再次的变盘。在昨天12点的39分，阿哲呢也在频道当中讲到，在市场的下一个变盘呢是在3点钟的时候，如果3点钟市场出现了止跌行为，有什么2次回踩或者说有什么买点，你是可以去加仓博弈这种日内的一些短线做多机会的。所以从时间变盘上，目前昨天的3点是产生了低点变盘，那么今天的变盘点呢，阿哲也会在盘前在广播当中去写到。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如果按趋势交易怎么去做好目前15分钟今天可能会发生的交易机会呢？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纳斯达克指数15分钟的图表。目前呢，阿哲用的是山海趋势图的一个模板，在这个模板当中，它的龙门线就是这个白色线，当前价格是多少？是23590.42。也就是说，正常理论上跌破了这个龙门线之后，往下如果顺势下跌，它在1倍空间有支撑，那么产生的反弹，它应该是对于龙门线跌破是否有效的一个判定。如果往上走，它能够碰到龙门线，你要关注是否能够站上，如果站上，说明这里只是一个我们所说的黄金坑，它只要站回来，趋势呢就依旧能恢复到上升趋势。而如果它只是一个反弹，那么正常来说，龙门线15分钟它将会产生强压力，股价往上突破，再次跌落，就是本次反弹结束的一个判定。而我们的买点，如果昨天你说尾盘这个3点的时候，你并没有说能够去做买进，或者说没有及时去跟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图中的这个黄色飘带，它代表股价下跌的一个能量趋势的一个强度。从之前黄色带往下跌一直在发上，市场呢下跌的力度在变快，那么到目前它已经收窄了，也就是说昨天尾盘这一波上涨，它是把下跌趋势有所变化，目前的下跌力度是在收窄，它只要再往上波动一下，它基本上就转为上升的趋势。那么这里将是一个15分钟另外一个支撑位，那么这个支撑位是多少？是23387.14。股价它是直接往上走，那么你就要关注龙门线它的压力能不能被有效突破。如果它给机会出现回调，那么关注这个地方的支撑以及前面1倍空间的支撑，在这里产生再次的止跌机会。如果刚好也是变盘时间，那么能够去做日内的一波向上看到龙门线的一个空间。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于15分钟我们日内的一个交易计划，如果产生，那么这里将可以继续往上看。
而如果你发现并没有给到回调买点，那么往上的话呢，就尽可能是以压力去做高抛，去判定是否为反弹，还是继续往上看日线上涨而不是随便的去追涨。那么以上就是对于15分钟我们日内交易的一个规划和它的一个时间变盘空间的关键点位的一个再次的回顾。当然了，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刚看到阿哲视频，刚点击订阅，那么可能您手中还没有山海趋势图，以及呢您还看不到每天的盘前广播。那么如果是新同学，如何能够领取到这些阿哲所给到的福利？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您正常是能够拿到阿哲的3重福利的。第一重福利就是刚才所讲的山海趋势图，您看待趋势的这个指标，也是后续呢阿哲在个股解析当中会频繁用到的这个指标，您可以体验1周时间，跟阿哲呢进行同步的去观察市场。第二重福利就是盘前的广播，盘前的点位解析。那么阿哲呢会把一些关键的指数个股的点位和时间变盘点写在盘前广播当中，只要美股开盘，阿哲就会去写。第三重福利呢，一些进阶的技术分析知识点，阿哲呢会在内部进行直播去教学大家。那么这3重福利都是专门针对于您如果订阅阿哲之后，您可以去领取到的一个粉丝福利。那么怎么能够领到？您需要找到助教，在右上角弹出的小卡片当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点击而后找到助教即可激活3重福利。当然您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看到阿哲所发布的置顶评论，里面呢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链接一样可以找到助教。那么你目前所看到的这个趋势交易盈利之道的课程，就是我们本周的主题班课。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前面的课程没有参与到的，那么在找到助教老师之后，你也可以报名学习。像我们现在内部的课程呢，已经举行了大半了，那么每周呢都会有新的课表、新的课程主题。如果您是比较晚上车的，是吧？你这周呢可能现在才看到阿哲的视频，才知道有内部课程，那么前面的错过了，你可以找助教领取回放去学习观看，也可以呢在下周参与新的我们的内部直播课程。所以找到助教之后，记得3重福利都及时的领取。那么阿哲很希望大家在订阅阿哲之后，就能够快速的有所收获，能够学到一些真正能够帮助您交易、帮助您在美股市场当中去分析、去获利的一些方法和知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来到个股解析了。前面3个部分，我们对于波段的日线、对于短线的日内都有了一定了解之后，那么我们都可以去跟踪。那么在跟踪过程当中，那么个股的一些买卖点将会产生，那么是否好？那么是否某些个股已经有买点，或者说没有买点，即将出现买点，我们怎么去看待？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二部分，有关个股的解析。现在我们所看的就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那么特斯拉的一个走势呢，我们还是处于一种上升通道的一个看法，而后则多连接了2个点，那么形成了一条相对临近的一个较大级别趋势线。所以对于目前特斯拉的一个看法，我们会知道下方的这里形成一个夹角区间，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点。之前这波下跌呢，其实也是打到这附近。所以对于目前特斯拉一个比较激进的看法，就是股价这个地方它的下跌空间是有限的。所以一旦下跌出现止跌现象，或者说左侧的衰竭点，你呢是可以直接去做下跌买进的。那么以下方的这一根趋势线做一个防守位，在这里附近不有效跌破之前，我们下跌以买入特斯拉为主，这是一个比较左侧。那么阿哲呢也算是认为比较激进的一种思路，但也可以看出，我们认为在这附近它的下跌空间没有打开之前，它以机会为主。好，那么具体落实在交易当中，我们站在散户的角度，如果以右侧交易来去看待，目前这里它真的冲高回落结束反弹了吗？我们看到山海趋势图的一个分析。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就是特斯拉的一个山海趋势图。这个图表，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您找到助教之后，您就可以安装一下这个上方的主图的指标。那么之前为什么认为它会反弹呢？除了空间下跌在日线图表中不多之外，还有就是它已经是产生了这种衰竭信号。之前这里是有一个下跌的九转的，那么阿哲呢叠加一下。那么当下我们所看的图表当中，这个1到9的一个信号呢，就是神级九转的一个信号，大家手中都有。所以当时这一波下跌1到9，我们就知道了空间下方不多的情况下，你直接以9号 K 线为买点。好，买进之后，我们的防守位就是411.84。那么理论上来讲，我这笔交易只要不跌破411.84，那么这里任何的一个波动是吧，越是下跌越有止跌，我应该在这里越是买进，就是左侧的一个交易。从右侧来讲，价格呢反弹到了飘在这里，我们就要看到它的一个压力是不是在盘前广播当中我们说过，这3根阳线叫什么？叫做三小顶。所以昨天的盘前我们说过，三小顶碰压力收阴线，你应该做左侧减仓，而右侧防守位是谁呢？是最后这根阳线的最低价格。所以昨天这一波下跌，它并没有跌穿这个阳线最低价，
所以三小顶右侧波段依旧达成持股条件，所以这里呢不去离场。所以我们之前说过，如果你做左侧，你说我做短线，那么一遇阻一回落，我要保利润，我就直接卖掉。那如果你要想拿远一点，是吧？你对它还有信心，你觉得这里确实是一个大跌之后的一个底部区间，那么我们要拿波段，你就可以多把你的利润拿出来，甚至呢我就找盈亏平衡，价格跌破我宁愿亏一点点再走，也不想被洗出去，好，我就拿得更加稳一点。那么当前的价格走势，一个左侧防守位是 411.84， 这是最激进者的一个防守位，不跌破之前我不走，我认为这个地方依旧下跌是机会，找买点。右侧投资者呢，你的防守位相对高一点，那么就以这根阳线的低点作为防守，但是这两个防守位其实都没有被跌破，所以当前的特斯拉依旧还维持看涨。然后上方我们注意它的压力，这个压力呢就是 450.94， 这是游龙线的临近压力，也是之前触及到之后产生了回落的一个原因。那么阿哲的目标呢还是看到464，也就是说是游龙服务线当中的上沿服务线的价格，它目前呢是 463.397， 我们依旧取整数464，是阿哲呢本次所看到的第一个目标。如果来到464产生压力或产生三小顶等等的，我会认为是一个减仓比较好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刚买进，是吧？刚遇阻，除非你做很短，就你看得很短，你可以在这里去止盈。如果你看的是相对长远一点，那么可能这个地方我们依旧持股为主。以上阿哲对于特斯拉的一个看法，还是比较看好目前这个空间的，只是它可能比较磨人，最近呢不是很强势。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下只标的是亚马逊。亚马逊的股价走势是出现了金顶 K 线，而后出现了一个回落。近期我们是不是一直讲过，就是做股票，特别是做趋势交易，你看好上海趋势图就行了，它不一定能够让你买到最低卖到最高，但它绝对会让你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交易习惯。就股价下跌时你不至于去杀跌，股价上涨时你不至于去追涨。那么价格走势怎么样会形成一种追涨？就是它出现了黄色 K 线，这种叫金顶 K 线，这上方这个上海趋势图写的金顶。好，金顶产生，说明这里已经是短线超买，至少短线超买，有时候波段也是超买。好，这个时候你再去买，就相当于大家都挤在这个里面，散户呢都很热火朝天的在买股票，你呢在这里挤进去了。那么这种踏浪 K 线、蓝色 K 线比较冷清，它就说明当前市场呢是短线超跌的，散户不敢买的，这种地方就比较冷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买在市场冷清，买在市场恐慌时，卖在人声鼎沸时，就是类似这种原因。所以市场呢出现上涨了，就又开始变热闹了，又拥挤了。那短线波段走到这里，你至少不能说一定要全仓卖掉，但一定要考虑减仓，或者说你要考虑这里呢绝对不是加仓点。所以如果在这里你开始前面涨了不敢买，涨到这里你再买，就有可能又买在一个什么追涨的地方，人声鼎沸的时候你又买进去了。那么市场目前下跌，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要再次等到它出现冷清的时候，但这个冷清不一定非得要等到市场出现了蓝色 K 线、踏浪 K 线，有呢更好，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关注下跌一段时间，把黄色 K 线的风险释放之后，它不再那么热闹的时候，我们再去买股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下支撑位，就是这个紫色带，我们的一个游龙服务线，服务线呢在 231.372， 那么游龙线是多少啊？看到左上角，左上角呢有两个数值。那么阿哲可能不是每只股票都会讲，但是你看到之后你就知道支撑压力在哪里。游龙线 237.5 就是最上沿，它已经被跌破了，跌破进入到这个飘带里面，说明这波调整呢，它不算是一个多方强势的回调，是一种正常回调。正常回调的话，它的买点是收阳线重新站上游龙线之上作为买点。如果它不站上，而是在这里正，在这里反，那么就小心，先不要随便买，有可能是诱多。所以我们的这个地方涨定买点是收盘站上游龙线，而后收阳做买点，不要是长上影线，不要10日星，而是实体阳线。如果继续下跌没站上，那么就等什么？等一根踏浪 K 线，或者说等具体的反包阳线。那么市场有时候它会跌破这个飘带，跌破飘带就说明它的调整是比较强势的。当强势调整有时候是砸盘，这种买点也可以算是站上飘带，或者说等一个反包都是可以的。所以当前你就可以以此去关注，但是至少目前不要随便买，要有明确止跌。如果今天能够是一根低开高走的 IRK 线，那么过阴半收盘又站上游龙线，作为一个比较好的买点，否则就继续等待。那么以上是亚马逊的一个分析和观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是英伟达。当前呢我们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图表当中它走势还是比较盘整震荡的，
那么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好的现象，也是上期视频我们提醒过的，就是这一根颈线位，市场之前形成了一个不好的状态，就是股价的上涨回落，再次冲高，再次下跌破了低点，是吧？反弹，形成了一个不好的这种结构。这个结构呢，它会产生一些颈线位的一个压力。价格走势目前是上行之后回踩颈线，跌破了，跌破之后呢，颈线出现了一个压力，反弹再回落，所以当前的股价走势表现是比较丑陋的。所以后续的英伟达如果要看涨，一个偏右侧更保守的方式是它站上去能够踩稳，然后再往上去看这一个目标位，而这个目标位能够过之后，我们再去慢慢的看新高。如果连最基本的这一个颈线位都无法去有效突破站稳，是吧？之前突破了，但是没站稳。好，如果后续依旧突破不能站稳，反而在这里形成更小级别的一个头肩顶，是吧？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但目前还没有走出来，我们说提前的预判一下怎么走可能不太好。那么当下我们再看一下上海趋势图，那么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上海趋势图的一个面板了。那我们看到哪个地方是人声鼎沸的时候，就是金顶 K 线产生的地方，所以当时这里加速涨，你不能看到一根大阳线你就去追，一追是吧又震荡了，很多人就喜欢买到这种地方，是吧？所以我们要干嘛？人声鼎沸时你不一定要卖股票，但一定要冷静下来，就别人呢很狂热，你得冷静下来。那别人呢很冷静，别人呢很恐慌，别人呢在这里很怕，他已经是踏浪 K 线了，已经到了水下了。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开始有点狂热，是吧？有点热情。所以当下的英伟达呢是已经到了一个相对冷清的地方，是吧？震了那么久了，大家的情绪从狂热变成了冷清。好，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冷清时有可能产生机会，但这个机会我们最好明确一点。一般这种踏浪 K 线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蓝 K 的高点作为突破买点。当然这个地方你用彩虹带看也行，价格是不是跌到飘带之内了，它有没有站上来？它没站上来，所以它的一个买点不强，哪怕收阳线也不强，所以这个地方它是没有出现这个反包的一个站回飘带的一个买点，所以你至少是买不到太多仓位的。当下呢是收盘价跌破了飘带，我们说过跌破飘带说明调整比较强势，要怎么做？那么阿哲找一下之前跌破飘带的情况给你看一下。一旦是指示带界定的是上升趋势，跌破飘带首先不用慌，我们要注意的是跌破飘带数 K 线，数1天数2天，我们要耐心等待它究竟是趋势的走坏，还是说它是一个机会。一般跌破飘带在上升区当中说明调整强，它有可能是一个砸盘低点。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的第二根，又有蓝色 K 线，又有聚宝 K 线，价格只要能突破它就是一个买点。所以当下也是一样的，市场趋势是不是已经走了1天2天的突破？所以这里是一个向上突破而后可能反转的地方，跌破的第一根，那么今天将是第二根，2根里面将会有一个支撑在最低价产生，而后在这附近再产生反包阳线，就是一个看涨买点。如果没有继续往下跌，那么就注意了，可能要往龙门线去看。龙门线目前在 172.96， 关注这些关键的点位。那么上方的游龙线目前是 186.317， 这些呢都是要去看的一个点位。如果您手中目前还未激活上海趋势图，那么您对于手中股票还分析的不太明确，不太懂它是什么趋势，怎么去买卖的，也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点击找到助教，然后去赶快装上您的订阅粉丝福利。当然前提您必须得要是订阅粉丝观众才行，一定要先点订阅，再点卡片找助教，去装上这个指标可以进行体验。那么以上就是关于特斯拉、亚马逊和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谷歌。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谷歌的一个图板了。那么谷歌的图表当中，它目前走的是一个很强势的上涨行情。那么上涨当中没有黄 K，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处于人声很鼎沸的地方，但是没有黄 K 就说明它不用担心了吗？并不是的，我们还要看一下这3根阳线，它是不是也是三阳小顶？三阳小顶的第3根 K 线长上影线，而后它实体缩短很多，所以这里本身就是一个风险信号。而后在我们的上海趋势图当中，它除了黄 K 要注意之外，还有一个逃跑小人。逃跑小人呢，它也是一种衰竭信号。所以当前的谷歌是连阳上涨，但是有多次的衰竭提醒，这里是左侧的风险，左侧遇到应该高抛。而后右侧的话呢，你可以等一根阴线，因为它这里是一个向上的冲，然后再向下的冲，所以这里是什么动作？是一个天地双剑，是一个高抛低吸。所以当前这里从 K 线的角度，它往上反弹的一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所以左侧减仓，右侧等下跌。一旦有阴线跌破这一根长线 K 线的一半就行了，不用全部，只要收阴跌破一半
你就可以开始右侧也做减仓了。那么我们更加看好的是它对于下方飘带的回调，就是趋势的上行过程当中真正的好的买点，它不是说黄 K 线去追涨，而是呢回调时的买点。回调时呢又分为一个相对正常的回调，就回调到飘带之内正常回调，一个相对强势的，也是空方强势多方弱势的回调，砸破飘带，砸破之后呢就数2根 K 线，不跌破反包是买点。所以当下一旦往下调，至少现在不是买点，往下调看一下是正常回调还是强势回调，亦或者是弱势回调，就看它调的是飘带上方止跌，还是里面止跌，还是跌破止跌。所以游龙线是 322.198 作为第一个如果产生右侧风险后的目标位，这是谷歌的一个分析。而后呢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甲骨文。甲骨文的话就不是很好了，我们之前说过它是一个黄色飘带，黄色飘带底下的涨跌动能都是红色为主，所以当下的一个上涨空间，所以当下的一个股价的上涨它都只能以反弹来看待。最近呢有出现了一个动作还比较好，就是下跌时的动能呢有点衰竭了，所以价格出现了继续的下跌，但是它的下跌动能呢是在缩少，明显的在减少的，所以动能在减弱，但是没有启动，它走的是一个震荡，反弹的次数反弹力度在变强，但它依旧只是反弹，因为它是个黄色带。好，股价上涨它黄色带就只看反弹，龙门线之下，那么龙门线就是压力。好，这里出现了一个回落，再次新低。好，目前呢是股价又是反弹，反弹时要怎么去看一样的，我们紫色飘带怎么看，黄色飘带就怎么看。黄色飘带说明反弹的力度，它如果碰到飘带就下跌，说明这个空方一般般，多方说明这个多方一般般，空方很强。如果是在飘带之中呢，说明是正常跌多了的反弹力度。如果是超过飘带呢，说明这个多方还可以，还是比较强势的，但它依旧是反弹。我们一般也要数2根 K 线，找到那个压力，不破之前这个地方很容易再次回落。所以当下的甲骨文也是一样的，突破黄色飘带1根2根，然后就有压力，就回落了，就跌破这个飘带了。所以它是一个风险为主，它必须得要往上突破压力，股价回踩紫色飘带有支撑再找买点。目前呢依旧只能作为一种反弹来去看待，不是说短期就能够走好的一个情况了。那么看到它的游龙伏5线已经被直接跌穿，假如它这里能够借助反弹直接涨上去，就涨一根阳线，那么它还要看一下是否能够过这个压力，如果不能过，可能就会像奢口那样子走震荡，或者说继续走新低。我们再看到下只个股是 MSTR 还是不错的。那为什么阿哲从之前的红色块把它换成了绿色块？因为它出现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呢是上海趋势波底下的这3个颜色的柱子，这3种颜色的柱子呢叫做三才柱，天地合。那什么叫做三才柱呢？就是天合、地合、人合，天地人山合。那么这个地方就意味着它的位置够低，而后资金有异动，并且这个地方是比较冷清的。好，所以这种地方就容易产生一些底部行情。所以 MSTR 出现了，那么这里呢就开始有所关注。这种天地人山合的地方呢是不太常见的，像之前这些其实都没有。像上一次 MSTR 出现的地方是哪里呢？它产生的地方之前在这里出现过，天地人山合，这种地方就要关注了。如果它还是一些龙门线附近的支撑，走的是震荡，那么后面的启动就要特别注意，容易是一些真正的底部地方，但不是每次都是底部，你一定要确认好。那当时这里是不是也是天地人山合三才柱？好，出现之后，它如果能够有一些白玉 K 线的突破等等的，那么超跌反弹的概率是极大的。不一定每次都是反转低点，反转低点呢不是通过一个指标就能够去把握的，但是它至少会告诉我们，它容易呢是一种反弹，强烈反弹的起点的地方。一旦出现这种柱子，关注了，后续我们如果要去做买点，你直接买的话呢就相对激进，这种是左侧的买点。阿哲更希望大家可以看右侧，就是这个飘带已经走窄了，走窄之后它如果能够交叉转颜色，价格回落到紫飘带去找买点会好很多。现在依旧只能算是一个反弹，因为它还是一个突破的第1根、突破的第2根，2根 K 线，上阳小顶，长上影线，所以它这里容易回调。那回调时我们要关注紫色带不能被跌穿，如果紫色带又跌穿又新低就不行了。所以前面的三才柱呢处在这里，这个3个颜色它在这里，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去关注它所产生的底部空间。我们再看到它的周线上出现了超跌的白玉 K 线，同时跌能也放白，所以双白是吧？双白的话又是一个龙门线附近，这个地方本周如果能收得住这根阳线，它就属于一种底部可能性确认大增加。
周线将迎来一个不错的底部区间，那么日线呢就可以好好的关注，所以 MSTR、Coin， 那么阿哲都转为了绿色的块去关注。那么游龙线、服务线，大家就看左上角的数值吧。那么阿哲看到下一只股票了，我们看到微软。微软的话呢，因为某些消息面的原因，这个软件个股大跌，那么它呢也出现了这种下跌。它的下跌，市场之前的一个反弹就结束了。我们说过，这个龙门线和这个飘带集中的地方，它有可能产生中期以上的底部，但同样的，一旦它不能够止住这种下跌，它所产生的下跌有可能就是中期以上的下跌。所以当下呢，就是这个龙门线附近没能止跌，有效跌破，那么这个飘带呢也进行下落，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可能延续下跌。它的下跌空间是多少呀？我们说你可以测一下这个上方和龙门线的一个空间往下测。那么我们这里简单画一下，比如说我们用最悲观的一个高点来去画这个线的话，其实正常来讲就是这么个画法。底下它的1倍空间，那么可能你要看到的就是这个价格，当然这是一个最悲观的 376.5，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龙门线跌破有效，往下看1倍，你将会看到那个价格。那么相对来讲，我们这是一个中长期有可能去达到的，而我们如果要相对偏短线方面的话，你就不一定要非一开始取最高点，你也可以取一下这个临近的高点，然后画龙门线，画下来之后你往下去测1倍空间。那么1倍空间在哪呢？就是 235.2， 它可以作为一个波段的，一旦落到这附近，将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波段上的1倍空间的一个投射。但不管如何，这里就说明了一点，就当前的这个股价走势不要随便抄底，它是一个黄色带，黄色带产生了，那么就小心它会出现这种发上加速的行为。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博通。博通的话就依旧是黄色带嘛，就还是震荡比较弱势。之前虽然也出现过一些抄底的信号，但是抄底之后买入发现它走到黄色带附近是一个相对普通的反弹，那么我们就提醒应该要离场了，获利兑现就行了。后面能涨多少呢，就不关我们的事情。做了一波反弹之后，股价如果还能涨，你下一次的买点最好就找的是什么？突破飘带、回踩飘带、转势的时候去买。反弹就不要做那么多，除非它反弹一波再往下跌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反弹空间会大一点。不然的话，你这刚跌一波是吧，没有创新低，还是看反弹的话，它的空间就少很多。你去做这3根阳线，它的一个价值或者说这个有可能就不太好，不是一个特别实惠的一个买点。目前上涨3阳小顶，回落破了飘带，继续破了这个游龙线，不太好。游龙线呢，目前是 345.574， 所以就作为一个压力，整体来讲是空方走势。而后下只股票我们看到 AMD 的话，整体走震荡箱体。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是不是讲到它是一个震荡的区间？这个区间呢，它在出现蓝 K 的时候，你要注意了，它是一些容易是区间下沿反弹的机会。价格反弹到了区间的一个上沿附近，这个附近呢，一旦出现滞涨 K 线，就要小心它是一个区间的上沿后的高抛机会。它要走出这个区间，市场才会转势。目前的飘带是由之前的比较宽的一个黄色带变成了目前的走平，也就是说有一个下跌强势走为了震荡，震荡之后呢，再选择一个方向。那么选方向时也可以关注一个动作，就股价向上突破和向下跌破2根 K 线。就正常突破2根 K 线的时候，像这里突破的第1根、突破的第2根，就容易产生压力，所以这个压力要再突破，说明强；回调不跌破飘带，说明趋势右侧有买点。现在的话，只能说做一个震荡。那么游龙线在 214.065， 那整体呢是相对和游龙服务是相对贴合的，所以看这个价格也行。它的这个缺口有机会让它摆脱这种困境，但是必须短期不回补，所以看一下回落的一个力度。然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HOD 它还在走一个收敛。像微软呢，就是之前曾经处于一种走势，然后失败了。那么像亚马逊，它就是走了一个加速向上，突破成功。那么 HOD 的结局会如何呢？我们也一样关注一下，它在走一个大的收敛状态，这170为下轴，上方的高点降低为一个下降趋势线。在这种收敛过程当中，它又走了一个相对偏小的一个结构，所以它在不断的收缩它的力量，而选择方向。这个方向一旦选择，它会有一定的爆发性，所以关注一下。它最近更小级别呢是一个再次的收敛，所以这里如果能够产生突破飘带，有效回落止跌，那么可以看方向向上。而如果是像微软那样子的往下无法止跌，反而破这个龙门线的，就开始要注意了，它有可能是要选择向下。那我们看到目前的游龙服务线是多少？
它分别是 118.069 和 120.147， 目前还没有突破，它得要突破2根它才会有比较好的机会，说明多方强势。像之前这里突破的1根2根是吧，它哪怕突破2根，这里也容易产生压力，回落时不能撑住就完蛋，价格走势就还有下跌。现在呢也是一样的，看突破1根突破2根，价格走势能不能够继续走强，不要跌破飘带，就有机会从这里脱颖而出，否则就还是有点走弱，有点风险。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PP 的话是也一样的，下跌出现九转是吧，产生了抄底反弹机会。昨天我们也是盘前讲到，这里呢是一个三小顶，遇到黄带，左侧呢是要跑，那么右侧的话呢，你就看是否能够拿你的利润来去博弈它的后续的机会。那么像这个九转它其实还没有出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交易机会，因为我们之前有讲的就是它最好是要跌破前面的7号 K 线的低点，就它要创新低。如果今天能够破个低点，收那么一根 K 线，就它不用收在这之下，最好是破了之后收阳线会更好，就只要低点破了，那么这根 K 线将会构成之前下跌九转没有买进的那笔买点，因为它这个9呢是不完善的，所以要把7跌破之后才会构成完善的抄底点。所以之前我们做的是一个右侧买，那么左侧呢你要等跌破之后再寻找买入机会。所以当前这个地方你做右侧可以去打掉止损，或者说已经是高抛走的，那么另外一个买点就是把前面这个低点跌破，去寻找买入机会。不过 APP 呢就比特斯拉来讲，它的反馈太强了。特斯拉呢股价下跌时，它目前跌2根没有跌破这个3号 K 线阳线的一个低点，而 APP 呢直接就跌穿了前面的这一根 K 线，所以整体的空方反馈 APP 有点强，所以目前要小心它是一个下跌反弹的一个趋势的形成，后面哪怕再下跌破位，它也可能只是反弹，是吧？所以现在 APP 依旧做反弹，它这个黄色带呢已经有所巩固，那么方向可能会走震荡，哪怕有买点也只能先看反弹。下只个股我们看一下高通。高通的话很多同学在问，那么它的一个形态上从之前看也还是不错的，它也是走一个震荡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点这个之前亚马逊的一个影子啊？所以这个地方它也有可能是一个中短期，所以这个地方它有可能是一些中期的底部行情。那么目前走到这有蓝色 K 线，那么说明它已经从之前的人声鼎沸变成了一个冷清，反弹之后又下跌，这个地方是不是蓝色 K 线就是关键支撑位上要去关注的点？所以哪怕这个地方只是反弹，它是不是空间还是蛮大的？就是黄色带离它的距离还是蛮远的，所以170附近有关键 K 线，一旦产生反包 K 线，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往上看它对于游龙服务线的一个反弹，就还是有利可图的。当然这里还没有出现这种 K 线，只能说位置不错，但资金还没来，价格没有表现出止跌，所以就不要随便抄底。但阿哲相信这里应该快了。所以股价的游龙服务线先看到 173.999， 这里呢是一个空间价位，而如果这里出现了一个买入机会，那么你可以看上方的盈利空间，那么大概下方龙门线附近进行一个止损。我们再看到下只个股是Circle就还是走震荡，依旧呢没有什么太好讲的，这种震荡行情呢后续在选择方向时我们再去好好看，所以目前就还是一个区间没有破往上要高抛，小心压力。它只有出现强势的突破，你可以去追涨，或者说去加一点仓位，回落时只要是缩量的再寻找机会去做就行了。现在没有突破之前就是下跌低吸，上涨呢高抛，这附近呢还是以压力为主。那么游龙服务线目前走震荡，所以它的价值不是很大，我们就看震荡区间，看何时选择启动，还是跌破选择继续下跌。下只个股我们看到 OKLO它也是在龙门线附近出现了一个启动止跌向上过程当中只能做反弹，是吧？比如说这里突破了，我做反弹，那反弹力度很弱，跌破就止损。好，这里突破了，因为你做反弹做逆势止损很正常。这里突破了，好，那我做多向上突破，那么这一波就成功把握到了一个强势反弹。强反弹过程当中，它如果是前面这种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就不行了，那么这种其实就是很弱的，对于趋势没有改变的。好，如果它是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还能再突破，而且还能加速，这就是改变趋势的一波上涨。这波上涨改变趋势，我的买点不是买追涨，不是买到金顶上，而是等它风险释放买回调。这个地方有一个指示带和龙门线的共振区间，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龙门线目前是在哪里，是在 86.515， 而游龙呢是在 90.296， 伏虎呢是 85.375， 伏虎呢是 85.374， 所以这个地方是共振的，我们以此呢作为关键的支撑位，价格回落找买点。目前是假阳线，它不一定会刚好调到这附近，
如果调到这附近属于正常回调，那么强势回调呢就是没调到这附近直接收阳线反包，那么把假阳突破就是假阳的买点。那么这里一旦突破假阳高点 97.08， 作为趋势反转后的首次顺势买点。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P2TR 就是跟博通有的一比，比较弱，价格走势虽然有超跌反弹，但是一直受制于游龙服务线，而后震荡收缩。那么现在呢是一个区间内进行徘徊，它整体还在区间的上沿，那么在震荡，所以这里它一定要往上去破才行，不然的话呢这个游龙服务线还是有压力。它当前只能说方向不明确，但也慢慢的因为有连阳的原因，不像说很弱，只能说方向不明确，所以等一个方向性的 K 线产生。它的游龙线是 180.74， 作为目前还未被突破的压力，所以当下只能说偏弱，但不代表空方占主导，要等一根明确 K 线。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oin 和 MSTR 是一样的看法，因为它有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三财柱，一旦产生之后，特别它还产生过2次，之前这里出现了1次，价格呢是一个百日突破的强力反弹，好，这里呢又产生1次，好，又结合是一个蓝 K 踏浪的一个反弹，反弹之后呢股价2次回踩没有跌破这个缺口，踩了之后有再次的新高，所以目前的反馈有点不一般。我们看到这里突破的第一，突破的第2，所以它和 MSTR 是一样的，就突破了2根，往上这里是压力，往下这里是支撑。价格它如果可以，最好是继续突破，然后再回调，就跟 OKLO 一样。如果不能的话呢，就只能说回来之后找博弈买点，但这种买点的胜率呢，会比突破之后再回来要差一些。所以这里作为支撑，等回调或者等突破后的回调。这个地方的游龙服务线是 244.314 和 246.987。而后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Core 位价格走势也算是超卖的地方，股价走势是不是也是走一个震荡？但这个震荡呢，它有一个异动，就是它有不断的大阳线产生，有不断的量能放量，我们之前讲过。好，所以目前它是有一个小箱体的突破，所以突破之后价格回调时是小阴小阳线，这个力度是不错的。价格昨天下跌力度，指数昨天下跌力度那么强，但它并没有受到影响，在左边金顶 K 线高点徘徊，只要这里不出现大阴线，它是震荡的，后面还有上涨机会，所以往下调呢可以找机会去买，但最好不要调超这根大阳线的一半，那么就属于强势，后续往上突破左边金顶 K 线的高点，其实直接做追涨，阿哲认为也是可以的。而如果是回到游龙线上，就相对偏弱了，游龙线目前是 80.202。我们再看到下只个股是美光的话，整体走势还是很强劲，就是主做趋势就行，股价回调找蓝 K 或者找回调后的反包买点。那么目前就走震荡，又有小人在，所以这里呢不能作为买点。我们看回调到 317.03 后的反馈，当下呢就最多做持股待涨，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直接买的地方。强趋势是强趋势，之前一直是强趋势，但买点一定要注意好，绝对不是追着买，那一定呢是找回调买才是真正的好买点。这种地方没有足够的回调，它走震荡再加速也不追，最多就持股待涨即可。我们再看到最后一只标的是 RKLB 它走到了九转 K 线，之前我们提醒过大家，就是九转的地方呢就属于左侧衰竭，左侧衰竭不代表它一定会跌，但它绝对代表这个地方它就类似于金顶 K 线一样，不要乱买。所以金顶 K 线产生了，九转出现了，这个地方你还买的话，不是说不能买，你买了之后后面等几天还能涨，但它绝对心理上以及你的买点上绝对是可以再优化的。特别有时候你买到金顶 K 线是吧，买到了一些九转的地方，如果它是这里呢，那价格走势你看得住吗？你这个时候的心理压力就更大了，它不是每一次你都能够买到这种九顶，所以现在这里你要小心，这里呢是一个升级九转，所以最好等调完之后再看风险。如果当你发现某一次回调时它的上涨是不能新高的，这种就要小心破标带就有风险。所以目前如果你是持股待涨到现在，那么市场后续的回落要注意，可以先减仓，然后看一下回调力度是否能够产生正常回调的买点。游龙服务线的游龙线在 80.039。那么以上就是1月1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